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虽然是中秋节呀，但是各路神仙炼丹的热潮是没有停的。一个是海信绵游史啊，临放假前呢，他又放了2个视频，特别是他那个导线来回跳动那个视频啊，还是在骚动着大家的神经。那第二个呢，就是悍将啊，悍将做那个所谓悬浮实验，这个各种议论也都有。再一个呢，就是在领英网上有一个叫 Cutting，叫什么 Cutting Edge 吧，一家公司也是做这个超导材料的，他也做了一个，我觉得啊，不比国内的合成水平高的那么个实验。所以呢，咱今天先介绍这几个神仙他们现在的进展，最后呢，我们再介绍一篇宁波论文，离我这不远，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一个论文啊。海信研究室的这个视频啊，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视频啊，就是电线一直在摆不摆，实际上这个视频还是很长的呀，是10分半钟。可能很多朋友呢就关注着电线跳这一段，我从头看到尾看了好几遍。实际上这个实验它最后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最后目的它是想检测呀这几块样品啊哪个是导哪个是不导，就是导体通电导的意思啊，不是超导的意思。我觉得它最后的目的，你看它让这灯亮的意思就是说看看哪块两面都导。实际上我那个昨天视频标题里边我说你们这 LK99 哥仨谁是导体，实际上说这3个 LK99 啊，不是说李世培金志勋啊。那这3个里边呢，这个细长的啊，就是说椭圆的这个呢，明显的两面都导啊，就这个形状大家可以看到啊，就一开始这一块啊，你看就在这一面的时候它是明显的它是导电的，而其他2块啊都不导，就是上面和下面它起码是不导的，那不排除其他角度会导。你看到最后做实验的时候也是，他做实验的时候呢，也是看这个灯，反复在实验这个灯亮不亮。实际上呢，亮的那块就是开始导的那块嘛，通电导的那块，而其他2块呢，他怎么做实验就是忽导忽不导，那可能某个角度它就通了。我觉得他练的这个玩意儿啊，很有可能就是呆博士郑开呆说的那个。看起来他练的就是铅的某种合金，他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做出 LK99 论文里边的那种超导像也好啊，那种东西也好，就是它的颜色各方面来说，毕竟呆博士就是搞冶金的，他说这个东西看着怎么都像一个那铅的合金，我也认为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一直犹豫我烧不烧，我要烧的话呢，可能大概率也是烧出这么个东西来，就是像铅融化之后的某种合金，而呢可能和 LK99 还是相差比较远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实验啊，这长达10分半钟的实验，他其实就是在检测哪块通电哪块不通电。那当然知乎上啊，包括罗老师他们对这个有比较深刻的解读。看起来呢，有的我也看不太懂啊，他认为是扭曲了磁力线啊怎么样的。我觉得吧，我昨天那个解读呢，也能勉强说得过去。认为呢，这就是中学的这个咱们说电磁学知识是吧？也可以说得过去。通电的时候呢，电流通过导线就产生一个周围磁场吧。这个导线和永磁体它表面是接触的，这段是固定的，那一段呢电线呢，它在这个接触部分呢产生一个局部磁场，这个局部磁场呢和永磁体的磁场相互作用就产生了力，导致了它的运动，是吧？用安培利法则呀，怎么都可以解释。但是如果说更复杂的，说它扭曲了磁场，它是一个反电容，那可能就更深了。所以也有朋友啊，已经在 LK99 在这个海信研究室下边留言了，说中国的专家已经说了，你这个东西有大用。海信民估计这假期过不好了，哇塞，我这又错过了几个亿呀！你说，不过呢，我也给他留言了，我说哥们儿，你能不能把那块磁铁拿掉，把那块样品拿掉？就是磁铁上没东西的时候，你看那个电线摆的，它摆不摆？它是怎么一个摆法？那他现在还没给我回呢啊。那有磁铁的朋友，其实可以大家自己做一下这实验。那海信研究室做实验的时候，电流电压是多少呢？我看他另外一个实验，就是加热那个实验的时候呢，他用的是0点几伏的电压，大概4安培左右的电流，就他那表上显示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再问问他。我觉得电流是肯定超过1安培了，我觉得，但是它电压是多少咱不知道啊。这是海信研究室的这个实验，那现在呢，就是说，这哥们放假了，咱现在呢，我也没磁铁，我也没电源，有磁铁有电源的朋友呢，其实自己就可以动手做个实验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悍将的那个视频啊，全悬浮，那个我就不放了。我个人觉得呀，它里边肯定是有玄机的，
先不说标题，人家就压根儿就没说是超导悬浮啊，是磁悬浮，人家说只说了个100%悬浮，对吧？人家说的是没错的。第二个，你为什么要面临那么粗的视频呢？实际上那类的操作方式啊，我也用过。比如说你要做某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原来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刻意的通过比如 Photoshop 的模糊啊，或者翻拍屏幕啊，就能把很多东西给改掉。实际上你通过这个翻拍屏幕，往往呢你就看不出它原来视频处理过的痕迹了。就是说不放上来，那当然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我留个悬念是吧？我到几百万之后我再来弄。那大家可能也在想，也是在用判断 LK99 判断李世培他们的这个想法呢，来判断这个悍将，说你看这毕竟是有公司的，有这么多客户的，他如果造假，他不会砸他的招牌吗？什么招牌啊，朋友们？他的招牌是水冷风扇，人家水冷风扇出毛病了吗？是吧？人家搞降温的，和 LK99 没关系，砸了也招牌也不会影响他主业的，并且人家说的很明白，我这不是超导悬浮，你们不要自行脑补。所以这个和 LK99 那个量子物理研究所就干这个，我买卖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造假倒不是说过去的切腹自杀来谢罪了，那起码也是个堪比黄玉溪那个级别的自我毁灭，对吧？这个跟悍将的这个发一个不清不白的视频是完全不一样一回事。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太认可悍将的视频的这个真实性就这个视频的话呢，动点脑筋的朋友可能都能做到。就是那个有网友在前面弹幕里写，这个阻尼性就很明显，这个阻尼看起来就像一个绳子在勾起来的但是说子弹还在飞是吧？人家要到200万再公布呢，咱再等等看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领英网上也有一个视频，领英网的视频呢也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这是领英网上的一个视频，我觉得他合成的这个水平也比牛建渣呀，比戴博士不强多少。那实际上呢，还没有牛建渣那个形象呢。牛建渣当时做的时候呢，有几个渣渣，有一个很细的东西在吸在这个有个很小的支点，而它这个看起来好像整个一面都在贴着并且它不是个片状的这家公司它是叫是领英网的一家叫什么 Cutting Edge， 一家韩国人办的一家超导公司它是做超导材料研发的，也有一些其他的磁性材料。那么他照 LK99 的论文原论文的这个合成方法，合成了他自己的所谓的 CES2023 这么一个材料，自己命名叫 CES2023。我觉得这哥们儿肯定是不玩游戏，他要玩游戏不会叫 CES， 对吧？玩游戏的朋友都知道 CES 是咋回事，这个电子展是吧？这是一个视频，它还有一个视频它一共有2个视频，这是另外一个视频，这个就表现出一定的抗磁性来，看到了吧？你看它靠近以后，它就抗磁性就比较强，并且它转换了磁铁的面，它也是在往前推着走。但是现在呢，它不是悬浮着，是在纸上这么推着的如果说真的就是在磁铁表面悬浮着，那就比较牛了这是这家这个叫 Cutting 什么 Edge 这家公司在领英网上发的一个视频。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没表现出太特殊的东西来我觉得是没表现出太特殊的东西来。总体来说呢，不比国内的这几家机构复现的这个水平强那关于这个 Cutting Edge 这个超导公司实际上这个金博士金仁基也评论过他的这个东西，昨天还是前天给大家介绍过一次。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毕竟是搞超导公司，你看他就是按照李世培的论文做完的水平，也就是这样中规中矩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学机构实验室做的效果比较好的也就这样了。所以现在来说呢，只能说这个 know how 到底在哪儿？这个李世培的那个一招先，这一招那一招到底是在哪儿？有没有那一招？那一招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那么一招，那 LK99 那肯定是真的，就可导了。如果没有，或者是有其他的解释，那很大可能LK99 这次的室温超导就不是真的了。但是它确实打开了这个磁性材料研究的大门。这就是最新的一个机构的合成的这么一个实验
啊。这今天跟大家聊了几个炼丹的，这是机构的，这也算专业队的是吧？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门搞超导材料研究的，他这么一个小视频。这家公司的 CEO 啊，也是从事超导研究几十年了啊，也是在过去的一些这个高温超导里边呢，也有自己的一些成就啊。这是领英网上的一个视频。那下边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科院材料所的这个论文啊。中科院材料所的这个论文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毕竟在宁波吧，离我这儿还是很近的。这篇论文啊是中科院的这个磁性材料与器械重点实验室，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材料工程研究所啊，这个就在宁波啊，这个范围这个区域还是很大的，这一片7、8栋楼啊，很大的一个研究所。中科院在宁波的一个重点单位。实际上，手撕石墨烯的那个哥们儿啊，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经常来这个所。我看到过好几次报道，宁波当地的公众号报道，并且他对这个室温超导啊，也给出了他自己比较乐观的意见。那这次呢，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工程研究所呀，就发表了这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研究理论研究LK99的这么一篇论文。我们看一下它论文的内容啊。这是论文的内容啊。那实际上呢，就是也是一篇理论研究的论文啊。他们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训练出一个准确描述这个LK99这个性质的一个深度式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以在 DFT 精度下呢进行大规模的原子动力学模拟。那利用这个该深度式模型呢进行的分子动力学模拟表明，这个 LK99的这个六方晶体结构在高温下比较稳定，在1200K 以上才会融化成无序状态。就是那个六方结构啊。更重要的是呢，模拟发现在500K 和4G 帕的压强下，沿 C 轴方向1/4占据的氧的原子发生了快速的异位扩散，而铅2的三角形和磷酸的这个跟的这个四面体框架的保持稳定，所以铜掺杂引起了化学压强反应，使得这个铅的这个之间的距离原子距离压缩，相当于呢 2.45G 帕的这个外加压强。这表明在大气压下 LK99 中呢也可能出现这个氧原子的异位扩散通道这是这个论文的一个内容介绍啊，这也是机器翻译出来的很多的是看不太懂的。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他预测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个存在这个压力诱导的这个氧离子的异位扩散通道，而这个发现呢，对于它的电学性质具有重要意义。那当然，这个论文出来之后这个金博士就是那个金人基我们之前介绍过 Facebook 那哥们儿他就这个也评论过这个论文那他评论论文里边，他觉得呢，你用这个就是DFT 研究他认为是有问题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这个利用 DFT 方法直接计算铅磷灰石的热学稳定性和动力学反应是不可行的。他之前就写过这样的论文，他觉得 DFT 的办法不能计算这个室温超导下的这个就是说这种函数来计算那么他认为呢，通过机器学习训练深度式的方法获得的这种方法呢，这种模型呢是可以这么做的。那最后实际上这个论文里边呢，我是看热闹我看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做这个传统的这个超导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传统超导实验都是在非常高的压力下才能完成的。包括文院士发那篇论文，就是反驳迪亚兹的那篇论文作假的那篇论文，实际上也是在一个极强的压力下做的。而铜掺杂后引起的这个化学压强反应呢，似乎就能达到这种压力，
这就是不是意味着通过铜掺杂铅磷灰石就能实现这个室温超导途径呢？实际上，传统的超导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前面的视频啊给大家放过，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啊。目前的这个高温超导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超导，都是零下几十度、100多度，还要上百万个大气压。哎呦妈，这上百万个大气压，你是怎么理解的？咱不是搞这行的，我原来觉得得多大的空压机啊？错，不用空压机。我查了一下迪亚兹在那个 Nature 上撤回的论文，他的实验条件好像是267万个大气压，还得这么大压力下，好像是室温15摄氏度出现超导现象。267万个大气压，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实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真的不是空压机，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大气压，它用的是金刚石。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用的这个装置啊，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叫金刚石对顶针，或者是对顶就是压针，就是2个金刚石挤那个，你可以理解成挤那个材料。那当然挤的话呢也有些讲究啊，肯定是有加压设备的，关键是那个你什么东西压这个材料你能不变形啊？就是金刚石。然后呢，这个图啊比较简单，就画的比较明白，是吧？这个图里边呢，这个红的呢叫 Ruby， 其实是一种红宝石，这个绿的呢是 Sample， 是样品。那在压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红宝石也同时被压，这样呢，它是用红宝石，它的这是以前的这个视频啊，实际上呢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这个中科院的这篇论文呢，他认为啊，就是确实是，当然别人论文也介绍过，就是铜掺杂之后呢，就引起了它内部的一个很强的这个化学压强效应，它能起到相当于现在用大力出奇器用金刚石来对顶那个实验的效果。所以传统的高温这个超导啊，那么大压强，可能通过铜掺杂，在长压下就能接近2.5万 G 帕的这个化学压强效应。大家想起什么了？朱熹的那首诗是吧？那叫什么？蒙冲巨舰一毛轻是吧？向来枉费推一力，今日中流自在行。你看这个老祖宗有的一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你使大劲儿都做不到的，它在内部它就实现了。你看这有意思吧？所以这种化学压强效应能够诱导这个氧离子在一维通道内的快速扩散。那根据论文分析啊，而这个一维粒子扩散通道呢，可能是与超导相关的。那当然，目前的这个理论和实验结果呢，还没法确定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个超导机制，也没有完全重复出这个室温超导的现象来。总体来说，起码这个论文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我也看出来了。这里边还是有道道的，是吧？铜掺杂铅磷灰石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个探索高温超导的新材料的方向不一定是室温超导，那高温超导也是很大进步了。但是你要确认它将来能不能实现说稳定的室温超导，那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就当前阶段呢，就按照这个论文说，还不能确定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是实现室温超导的关键。更多的验证和机制这种研究是必要的。所以这个系统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这个系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所以这么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超导体系，对于那些盖超导的那些博士、烧炉子博士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等于是说，打过那个红警游戏的老板的是吧？采矿的知道，矿采煤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焦虑啊！突然发现一块富矿，那就哄抢了开始。现在这个 LK99 的研究方向，那就是一块富矿啊，是吧？但是这篇论文呢，实际上我又和 LK99 最早期那篇论文做了个比较。你看这个论文里边其实强调过什么呢？就是900度那个温度是吧？我记得 LK99 原始论文里边说的那个固相反应温度是925度 C。那现在这篇论文里边，就中科院这篇论文讲到是计算结果呢显示，大于1200度，它的六方晶格会融化。你看，它一直是在佐证 LK99 它大概的那个轮廓是没错的。所以这两篇论文对合成温度它是有一致结论的，对吧？不能超过就是900到1000度，否则会破坏这个晶体结构。温度到不了，它可能这个掺杂达不了效果。温度超过了，它整个那个六方晶体结构就没了。另外呢，
LK99早期论文也分析过这个所谓一维的这个牵氧的这个导电通道啊，提出这个可能和超导相关。所以呢，这两方面论文呢，当然了，因为后边这篇论文本来就是研究前面那篇论文的，它起码表现出一定的这个印证来。我认为这篇论文，你说记或导也好，起码它是我觉得是偏向于导的，有那种可能性，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论文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呢，用大数据啊，他们用深度学习了，不是大数据，用深度学习来模拟，并且他还给出了他们深度学习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啊，讲的也是很细的。所以这里边呢，不管怎么说，又是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说理论研究这个 LK99 又出现了新的方向啊，可以说啊，不管怎么说呢，这篇论文作为我一个外行来说，好像是看出了一丝导的这个迹象啊，好吧，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一个是聊了各个这个最近的几个神仙炼丹的情况啊，海新民是吧？这个悍将和这个领域上的那个 Cutting Edge 啊，这三家看起来呢，在现实中炼丹这个进步不太大了，但是在理论上好像又有了进步啊，这就是节日期间啊看的一篇论文，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